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手中使用的纸币其实曾经都真正价值黄金的？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一个叫做金本位制度的金融体系几乎支配了全球经济的运作方式。它让国家的货币和黄金牢牢绑定在一起，也让投资者对货币的信用建立在实物资产之上。而今天，当我们面对通胀、量化宽松、央行干预不断加剧的时候，不少人开始怀念那个看似更稳定的金本位时代。那么金本位到底是什么？它又是如何运作的？为何在现代金融中，黄金依然是央行和机构投资者重要的配置资产呢？今天这期视频，我将带您深入了解这个曾经支配世界，如今依然影响黄金白银价格走势的金融基石。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金本位制度英文叫做 Gold Standard， 是一个国家的货币，其面值与一定的重量的黄金直接挂钩。这不是一句比喻，而是实实在在的兑换制度。比如在19世纪的英国，1英镑固定可以兑换 7.322 克黄金，而英国政府也承诺无论何时，持有者都可以用纸币兑换等值黄金。在这样的制度下，货币不再是政府信用，而是一张黄金的提货单。也就是说，国家发行纸币的前提是必须在国库中准备好足够的黄金作为支撑。这种制度的设计有两个最直接的结果：第一是防止通胀的失控，因为政府不能随便印钞；第二是国家的信用建立在黄金储备基础之上，更具国际的认可度。金本位制度就像给央行戴上了一道紧箍咒，它强迫货币政策必须遵循黄金的约束，也让全球投资者对货币的信心建立在实物资产的坚实基础之上。要理解金本位制度的运行机制，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一个黄金驱动的全球网络，每一个国家的货币都锚定在黄金之上，而这些国家之间的汇率关系也因为黄金而变得稳定可控。比如在19世纪末，当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美国等主要国家陆续加入金本位体系后，国际贸易的效率显著提升，各国货币之间的兑换率固定，国际支付可以通过黄金直接清算，大幅减少了汇率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全球协同的机制推动了当时世界经济的第一次大规模全球化浪潮。更重要的是，金本位制度通过黄金的稀缺性自动约束了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一个国家想扩大货币供应，必须先积累更多的黄金储备。如果一国滥发货币，黄金就会流出，该国货币也会迅速贬值，迫使政府收紧货币政策，回归纪律。这种自动调整的机制被称为黄金流动机制，也被许多经济学家视为当时全球宏观稳定的重要的基石。从理论上来讲，金本位制度确实具备一系列令人向往的优势。首先，它带来货币的长期稳定性。由于黄金供应是天然有限的，它避免了政府随意扩张货币供应的诱惑。历史数据证明，在金本位盛行的时期，全球的平均通胀率非常低，甚至接近于零。其次，它有效抑制了财政赤字的长期扩张。政府在扩张财政开支之前，必须审视自己的黄金储备是否充足。这种制度为财政政策设置了天然上限，防止政府过度借债、过度干预市场，从而保护了市场机制的自主运行。第三，对于投资者来说，金本位提供了一种硬通货的心理锚。黄金不仅是代表财富的安全避风港，它本身也是货币。在那个体系中，黄金既能用于贸易结算，也能作为投资保值的资产。
很多老一辈的投资者都信奉这样的一句话：纸币会贬值，但黄金不会。举个例子，美国在1879年正式恢复金本位制度后，美元迅速获得国际信任，大量海外资本流入美国，推动了工业化与基础设施建设的迅猛发展。这种基于黄金信用的吸引力，在当时甚至超过了殖民帝国带来的地缘影响力。虽然金本位制度听上去完美，但在现代经济现实面前，它显得力不从心。20世纪初，一战爆发，大量国家不得不放弃黄金兑换，转而印钞支持战争的支出。这不仅打破了金本位的约束，也导致战后多国通胀失控。进入20年代，许多国家试图恢复金本位，但缺乏黄金储备和战后经济疲软，使得重建变得困难重重。到了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金本位的紧箍咒反而成了政策灵活性的最大障碍。政府在面对经济衰退时无法扩张货币，无法实施财政刺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失业率飙升，企业倒闭。最终，美国在1933年正式废除黄金兑换，随后禁止民众持有金条，标志着金本位在美国的终结。而在国际层面，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试图将美元锚定黄金，其他货币再锚定美元，以此维持黄金的残影。但随着美国大规模印钞参与越战，推行福利国家制度，黄金储备无法覆盖全球美元的需求。最终在1971年，尼克松关闭了黄金窗口，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解体，全球彻底进入了信用货币的时代。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演变，我将在后续的视频当中详细讲解。有兴趣的朋友记得订阅频道并打开协听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的内容了。在经历了多轮货币宽松、通胀高企、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的当下，越来越多投资者开始重新审视金本位制度。支持者认为，回归金本位能够恢复货币的纪律，防止央行滥发货币，压制通胀预期，也能重建公众对货币体系的信心。尤其是在美元霸权逐渐松动、地缘政治不稳定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中立锚点，这样的吸引力正在回归。但反对者也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他们认为，在一个金融高度复杂、资本流动极其快速的现代世界里面，金本位的刚性设置可能适得其反。比如，一旦发生系统性的危机，政府如果无法快速注入流动性，将导致崩溃的连锁效应。同时，全球货币供应量也远超过全球所有官方黄金储备的总和，贸然回归金本位将带来极大的通缩的冲击和经济的震荡。回归金本位不是没有可能，但代价绝对是巨大的。它需要重构整个金融体系，包括银行信贷机制、货币政策的架构、国际清算系统，甚至全球的权力结构。金本位制度曾为世界货币体系带来了一个稳定、透明、相对自律的黄金时代，它让货币真正有锚，也让投资者拥有了实物安全感，但它也限制了政府灵活应对危机的能力，是在宏观经济动荡的时候无法承受的制度包袱。那么在今天这个货币频繁被稀释、央行主导的时代里面，我们是否应该重拾对硬资产的信仰呢？金本位是一个过时的历史遗产，还是未来新的全球秩序的起点呢？这可能没有标准的答案，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理解黄金、白银、法币和金融体系有所帮助，也别忘了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我们将在下期继续深入剖析美元与黄金的错位共舞，讲清楚为什么黄金价格有时涨，美元也涨，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力量博弈，敬请期待。